係嗰網友呢條片咧，我琴日睇見哈佛大學嗰個校長就係 Donald Trump 咧，係喺度逼緊嗰啲美國嘅私立大學，就係、第一就話佢哋咧當日咧就縱容嗰啲即係嗰啲支持巴基斯坦嗰啲示威啊，就話佢哋反猶太主義，然後咧又要取消 DEI 咧。呢啲咁樣干預嗰個學校內部行政，削弱學校嘅呢個自我管理嘅權力咁呢個哈佛大學就係我都知道咧，哥倫比亞大學就係低咗頭，結果嗰個臨時校長係辭咗職嘅。但哥倫比亞大學個校長呢封信咧係擲地有聲嘅，咁就同埋即係我哋迷嘅責任。係要講多少少啲背景俾大家聽嘅，我唔明呢，就冇人盡呢個責任嘅，永遠只有我會講，就等大家即係對呢個問題從來冇乜認識嘅人係有少少嘅認識，將初步呢啲 common sense 呢輸送俾大家嘅。好啦，嗱，泰國皇室紅鑽芒果好受歡迎，好受歡迎。4月29號芒果。坦白啲嚟講，得1個月食嘅啫。我哋呢啲樹上熟搭飛機嚟嘅，好大個，而且嫩滑多汁，冇纖維，清甜過日本太陽之子喎。2公斤4至6個388蚊咋。咁又有呢一個愛文芒，愛文芒咧就清甜啲嘅，清一啲嘅，呢個就係4月4號開售，就係5月23號先送嚟，又夾啱晒嗰個收成時間。都係388蚊，大家訂。2025年4月，哈佛大學受到美國政府壓力，終於公開拒絕 Donald Trump 提出嘅各項政策要求。呢個係會令到佢嗰90億美金嘅聯邦資金被凍結。呢個唔係1年嘅，佢係一啲 program 加埋啲 program 咧，總共值90億美金。呢啲係乜嘢呢？係聯邦政府同埋哈佛大學簽嘅合作研究嘅各種研究嘅項目呢個係幾百億嘅，我諗每年有100零億啦，呢個就係咁。哈佛大學呢校長呢封信 Alan Garber， 嗱，我詳細解釋俾大家聽。我鼓勵你閱讀呢封信，以更全面了解聯邦政府對哈佛社群提出前所未有嘅要求。呢啲要求包括對我哋嘅學生、教職員嘅觀點進行審查，邊個係啱嘅，邊個政治正確，邊個政治唔正確，並且削弱某啲因為意識形態觀點而被針對嘅學生、教職員同埋行政人員嘅權力。佢哋嗰個權力係包括咗行政人員、教職員同學生，佢哋唔可以做本來有嘅權力，而家冇咗。我哋已經透過法律顧問話俾政府聽，我哋唔會接受佢哋提出嘅協議。大學係唔會放棄其自主權，亦都唔會放棄佢哋憲法賦予嘅權利。呢個我哋唔會放棄大學嘅自主權。政府所提出嘅要求已經超越咗佢嘅權限，冇權咁做，不僅侵犯咗哈佛嘅第1修正案權利言論自由，亦都超出咗第6章法案賦予政府嘅法定權限。呢行為威脅到我哋作為一個致力於知識追求、產出同傳播私立學校所堅守嘅價值。點解要言論自由呢？冇言論自由就冇客觀嘅討論，冇理性嘅討論，於是個社會就冇進步。任何對知識追求，然後產出同傳播，就係大學嘅責任。無論邊一個政黨掌權，都唔應該干涉私立大學能夠教乜嘢，能夠錄取邊啲學生，聘用邊個，或者進行邊啲領域嘅研究同探索。一啲嘢準研究，一啲嘢唔準研究，即係咁樣有啲嘢完全唔準人哋研究，呢個就係譬如氣候，呢個就係哈佛大學嘅校長強調，
呢啲要求侵犯咗大學嘅憲法權利。呢個就係加柏喺呢封公開信話，哈佛大學已經收到聯邦政府提出嘅要求。哈佛其實已經採取咗措施。佢話你係話因為反猶太主義，應對校園內嘅反猶太主義嘅問題，但政府嘅要求遠遠超出咗合法嘅範圍。係，佢話我唔同意反猶太主義，我哋會禁反猶太主義，但政府唔係淨係要求呢啲嘢，佢以禁反猶太主義為名，係提出好多個超越嘅要求。校長加柏話：無論邊個政府都唔應該去命令大學做啲乜嘢嘢㗎。Donald Trump 嘅政府提出嘅改革要求，第一，呢個同反猶太主義無關，取消多元平等包容嘅計劃。我唔知多元平等包容計劃有乜嘢咁唔啱。多元平等包容計劃唔係話請邊個嘅，只不過大家可以好啲相處嘅啫。但而家唔準，係唔準啊！喺招生同聘用中排除種族因素，招生咧已經排除咗㗎啦。點解啊？因為舊年最高法院判定咗係唔準喺招生嗰度納入種族因素。配合移民當局監控國際學生，即係學校要監控啲學生，呢個係一樣好唔舒服嘅嘢。你政府監控還政府監控，學校要監控，就學校同學生之間嘅信任就係取消咗，冇咗。禁止學生喺抗議活動佩戴口罩，佢話難認到出嚟。咁呢個咧戴口罩係個權利嚟㗎。解散支持巴勒斯坦嘅學生團體，重組大學治理機構，削弱教職員嘅權力，即係用校外嘅人管校內，呢個最唔能夠接受嘅。呢個就係對學術部門同學生嘅觀點進行審查，呢個係思想審查。哇！呢個好危險嘅，思想審查係大學唔能夠接受嘅嘢。邊個係反 Donald Trump 嘅踢佢出嚟，係咪咁啊？結果 Donald Trump 咧就話哈佛係唔係要選冇咗佢嗰個免稅嘅身份，然後咧就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抽稅。政治團體都唔使抽稅嘅，佢係亂噏嘅。Donald Trump 政黨咧係唔使抽稅嘅，呢個係。而佢話佢係 push 啲政治嘅意識形態嘅同恐怖主義支持嘅sickness， 即係 LGBTQT 嗰啲啦。呢個就係tax exemption status， 係免稅係要你為公共利益。邊個跌翻公共利益咧？你只要唔係為咗私利就得㗎啦。呢個就係好啦。奧巴馬點講咧？奧巴馬當然係高度讚揚啦。哈佛係整咗個例子出嚟，你要對付哈佛唔係咁容易。哈佛嘅校友好犀利，係俾咗個例子，嗰啲高級教育學府係去拒絕接受一個唔合法嘅同埋好高壓嘅力量去窒息學術自由然後係採取實際嘅步驟，令到哈佛嘅學生可以喺一個享受到知識追求呢一個激烈辯論、互相尊重嘅環境入邊發展知識。我希望其他嘅學術機構可以追隨呢個係好啦。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CNN 報導，喺哈佛大學拒絕咗呢樣嘢之後咧，Donald Trump 今日凍結哈佛大學22億美金嘅款。我首先講俾你聽，點解哈佛咁做？哈佛咁做咧，佢至多就慳啲嘅啫。你係窒息唔到哈佛嘅財政。你知唔知哈佛有幾多錢啊？呢個哈佛大學嘅 endowment 咧係全世界最多錢嘅，大概而家有400億美金度啦，仲有3000億美金係佢啲校友捐咗翻嚟喺佢嗰個
支持學校嘅呢個係。所以咧，哈佛咧係唔會低頭嘅，而且哈佛咧係全世界咁多大學入邊最多諾貝爾獎嘅，好似有220幾個人，佢嘅校友同教師團體攞過諾貝爾獎，呢個就係。好啦，上個月哥倫比亞大學上個月咧就同意咗政府嘅9項條件，包括禁止學生喺抗議活動中戴口罩，增聘咗36個可以拉人嘅校安人員，任命一個資深副教務長，專係監督中東、南亞、非洲研究，即係咧唔準喺呢啲課程入邊教一啲，即係話呢個即係回教亦圖唔係等於恐怖主義，回教徒歷史上咧都係進步㗎，就係南亞即係牽涉到巴基斯坦、印度呢啲啦，同埋非洲個殖民統治啲白種人點樣恐怖啊？呢啲嘢咧唔準講，呢啲唔準講。好啦，被 Donald Trump 威脅或者制裁嘅大學，哈佛大學啦、哥倫比亞啦、Princeton 聯邦資金被凍結，唔能夠配合。Princeton 都係 Cornell 10億美金嘅聯邦資助被凍結 ，Northwest 7億9，賓夕凡尼亞大學1.75億，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比賽。Brown 點名調查可能凍結，麻省理工點名調查可能凍結。John Hopkins 因為美國開發處被解散，裁員超過2200人。Michigan 被迫關閉 DEI 辦公室。60幾間大學全部係被恐嚇，呢啲大學都係公立大學咧，政府有權咁做啊。但嗰啲州立大學，佢呢啲咧就唔係，佢呢啲係好多係私立大學，有啲係州立大學啊。佢就要你聽話，就係咧佢係唔理嗰個法律問題，佢就用津貼嚟到勒索你咯。呢個就係11至13世紀歐洲開始成立大學，第一間我哋睇過就係布魯納，跟住就巴黎牛津嚇。呢個11，我哋講下學術自由嘅根源，學術自由嘅根源。1215年，教宗頒布巴黎大學特許狀，嗰啲大學咧係有個 charter 嘅，准許大學享有自定課程、教授資格審核嘅自主權。因為咧佢咧教宗咧係硬呢啲嘢大學，因為咧佢唔俾鄰近嗰啲封建主去干預佢哋。呢個奠定咗日後大學自治嘅基礎。我哋喺香港大學嗰陣時咧，都係堅信呢個大學係自主嘅。其實香港大學係冇呢個 charter 嘅，呢個係錯嘅。好啦，到咗文藝復興同宗教改革嗰陣時咧，歐洲各政府同教會不斷試圖影響大學教育。附近嗰啲領主梗係唔準你教某啲科啦，係咪啊？呢一個係好多學者因此被迫害。同佢尤其是宗教戰爭嗰陣時咧 ，30 Years War 啦，17世紀起啟蒙運動出嚟 ，Enlightenment 強調理性同科學。點樣係理性科學呢？只係講證據，唔可以用權力壓人。所以學術自由呢，就對抗專制政府同教會控制嘅重要理念，最重要。唔準用宗教教條，唔準用政治壓力去打擊嗰個學術研究。19至20世紀，隨着民主制度同憲法發展咧，西方國家將學術自由納入咗憲法嘅法律保護。1940年美國最高法院嘅判決，呢個係高等法院嘅判決，明確話學術自由係受到憲法第一修訂案保護。即係咧，學術自由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第一修訂案講言論自由，呢個係保障埋學術自由。政府唔可以干涉大學嘅研究或者教學嘅內容。Donald Trump係唔理喎，呢個係美國憲法本身冇直接寫學術自由，但係美國最高法院喺司法實踐已經將學術自由納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嘅保護範圍入邊。
到咗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著名案件呢個史威齊訴 New Hampshire 案，學術自由係言論自由嘅一種特殊形式，受憲法特別保護。1967年基審案告紐約教育局案，最高法院再次強調，我哋國家嘅未來係依賴學術自由同思想自由。邊個一個想禁錮學術同思想自由嘅呢，就會令到學術同埋思想落後，令到我哋個國家落後。政府唔可以因為政治立場或者其他意識形態原因干涉教師嘅教學同埋研究。1940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提出1940學術自由與終身聘任聲明，雖然唔係正式法律，但美國大部分大學都用呢個聲明。呢個係處理學術自由議題嘅依據同標準。呢個終身聘任聲明，即係請咗你之後你唔能夠因為你講啲意識形態唔同嘅嘢嚟到炒你，呢個係唔得嘅，呢個係但係都係發生過近代係發生過一啲呢啲咁樣學術迫害自由嘅。美國最出名就麥卡錫時代啦，大家知道啦，艾森豪威爾嗰陣時就係反非美運動，即係話嗰啲人唔係美國嘅，其實反共產主義，呢個白色恐怖嚟嘅。美國喺冷戰初期展開反共運動，叫非美委員會，參議員麥卡錫帶頭指控一啲學者同知識分子係共產黨，呢個係包括咗呢個原子彈之父啊。好多個學者因為政治思想被調查、停職或者解僱，好似哈佛大學教授呢個 Fairbank 就係我哋細個就係讀佢嘅書咯，佢就係研究中國歷史嘅權威咯，都被逼作證，引發學術界強烈抗議，進而催生咗學術自由嘅強化同保護。而家又再嚟，納粹德國嗰陣時曾經透過種族法禁止猶太教授授課，強迫大學宣誓效忠納粹，包括愛因斯坦在內嘅大多數好多知名學者逃離德國，歐洲大量學術人才外流，嚴重損害學術研究同言論自由，使西方學術界更加強調保衛學術自由。呢個就包括咗由德國逃出嚟嘅，同埋由俄國同埋蘇聯逃出嚟嘅學者嚇。日本政府2015年呢單嘢唔係好耐，就安倍政府修改國立大學章程，大學要推動符合國家利益嘅研究。咩叫符合國家利益？邊個界定？引起日本學術界強烈反彈，呢個對學術自由嘅政治干預。日本各大學教授聯名反對，日本學術會議發表聲明批評政府干預，結果政府修改。喺日本都過唔到啊！匈牙利政府歐爾班點要求外國大學必須喺原籍國家設立校區，否則禁止繼續營運。即係你係一個美國人嚟辦嘅大學，你喺美國有學校，你唔可以淨喺匈牙利辦。其實係針對索羅斯，因為索羅斯係匈牙利人，佢有自由思想嘅中歐大學，引起國際社會嚴厲批評。好多大學公開聲援 CEU， 被逼呢間大學搬咗去奧地利維也納。呢個就代表學術自由受到威脅。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政變失敗，埃爾多安清洗異議分子，解聘上萬個學者，關閉大學學術機構，壓制異議聲音。呢啲永遠係壓制異議聲音。土耳其學術界面臨重大危機，幾千學者逃亡國外，造成學術人才同言論自由嚴重流失，俾人哋廣泛譴責。好啦，我哋講呢隻梳呢個梳呢隻梳就係佢有豬鬃毛嘅，我好中意呢隻梳，佢可以擺動嘅呢隻梳係可以擺動，搽起上嚟就好舒服。呢隻梳有啲豬鬃毛就對你啲頭髮就有益嘅，呢個係嚇。咁呢家就買2個豬鬃毛或者梳或者呢啲護髮素都好，買2個送1個護髮素俾你。好。